乌克兰呢新添了3手的旧米格29，但这事情啊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么未来呢，它是否还能获得更加先进的 F-16等西方的一些战机呢？如果真要是那样的话，那就很有可能是俄罗斯的噩梦。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乌克兰呢即将得到17架的米格29，波兰这边呢会给4架，斯洛伐克那边也得到了批准，准备再给13架，加起来一共17架。要说起来呢，这17架飞机其实都是这个旧飞机了啊。你比如说像波兰这个吧，实际上已经是3手飞机了。为什么呢？这个波兰这4架飞机啊，它最早呢是苏联时期啊，那是苏联没解体的时候，苏联给的东德。然后这个东西德就合并了嘛，两德合并就变成德国了嘛，那就是到了德国这边。德国后来用这东西不行，干脆又转给波兰了。波兰现在再转出来，再给这乌克兰，你算算这中间吧，好几手了。不过这件事情啊，虽说这17架的米格29未必能对俄乌冲突产生多大的这种作用吧，但是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标志事件，也是俄乌冲突可能走向升级的一个引发点。为什么呢？这是北约首次提供这个作战飞机。我们知道北约这边给了很多东西了，但相比于那些什么坦克呀、火箭炮什么的，这作战飞机啊，它的作用更大，它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大杀器，补充这空中力量啊，这个比你地面那些武器什么来的那是厉害的多了。所以说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而且呢，它打开了西方就是北约援助乌克兰直接跟俄罗斯干的这么一个政治门槛，把这个大门给打开了。那么关于这件事儿，我们可以看几点哈。首先咱们说乌克兰的损失是比较大，空中力量基本上消耗殆尽了，所以它急需这个东西。而米格29呢，这个飞机作为乌克兰来讲，它有很多嘛，被俄罗斯干掉了很多，它也熟悉，上手比较快。这一下我们就一看呢，拿到这东西能很快的发挥出战斗力。第二呢，我们再说回这飞机，它不光是一个3手机，实际上米格29呢，它的空战能力就比较弱了。你比如说现在给的这10架呢，虽然经过北约兼容在一起，按北约的这个体系来进行了改装改造，但是它打不了中距弹在空战那就别提了，打不了空战。不过有一点你看美国援助了乌克兰这个哈姆反辐射导弹，专门打这个防空系统、打这个雷达的然后经过这些改装，通过美国的技术支持，乌克兰改装之后，它真能用这个米格29去打出这个哈姆反辐射弹，而且取得了战果。那么给过去这些飞机，这17架要到手之后，即便说它不能用于空战的话，它拿来对地攻击，装上这个反辐射弹，俄罗斯的这个地面的雷达系统和防空系统，那也是挺大的一个威胁，也挺厉害的。第三呢，我们再看一点这些飞机它已经纳入北约系统了，按照北约标准进行了现代化的改装和改造。那如果是乌克兰飞行员使用了这种飞机之后，至少他们从整个这个数据链的交换指挥还有具体的一些功能上呢，他们熟悉了北约这个作战飞机的这个体系。那么以后真的说北约把自己一些更先进的飞机，你比如说2手的 F-16或者说像阵风这一类飞机交给乌克兰的话呢，他们只可能很快的上手。所以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政治门槛一跨过去，这个政治大门一打开，这种实质性的军援很有可能就到来，其中就真有可能包括像 F-16像阵风这一类的西方那个战机。如果这些飞机交到乌克兰手上，它需要一段熟悉的时间也不是说一下就能发挥作用，但是它一旦拥有了这些东西呢，对俄罗斯来说很有可能就成为噩梦了。因为这些飞机的实际作战能力，无论是空战能力，还是它在整个和北约整个这个体系之间的匹配还是说对地打击能力的话那可是比现在的这个乌克兰的拿到这10几架这米格29那个大幅度的提升，那是让俄罗斯头疼的事情。